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到场的来宾，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是周一，节目一开始提醒观众朋友帮我们节目按赞。那之外呢，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帮我们按下在留言区呢按热推这2个字。没有看到热推，大家也很熟悉怎么做了，继续在留言板上面留言热推，并且呢可以留言告诉我说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那我看到这些关键字的话，我都会亲自的来做回复留言。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我的留言了。这2天我稍微整理了一下，非常多的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留言互动当中。同样的，节目一开始先把在观众朋友的所在地的城市留言给我的呢，我都念出来。有北京的朋友特别提醒我说呢，留了几次言，但是都没有看到，所以第一个念出来的就是北京的朋友，谢谢你的支持。再来看到还有包括来自于墨西哥花莲、台北市、台南市、基隆、新竹、高雄、桃园、新北、台中、澳门、香港、马来西亚的新山、沙巴、怡保、古晋、柔佛、美罗、沙拉越。还有吉隆坡，甚至是这个霹雳州。再来看到韩国的大邱，还有屏东、北港镇、德国海德堡、纽约、浙江湖州、安吉、上海、北京、成都、哈尔滨、浙江温州、济南、杜拜、印尼雅加达、纽约费城，包括了佛罗里达、越南、日本旧金山、马里兰、印尼泗水、加州、高棉、加拿大、温哥华、埃德蒙顿、斯里兰卡。芬兰的赫尔辛基、新加坡、苏门答腊、缅甸汶莱、哥斯达黎加、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西班牙、苏格兰的爱丁堡、曼谷金边、黎巴嫩、瑞典的马尔默、贝里斯、澳门跟西奥博斯。好，非常多，差一点念不完，然后喘一口气。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持续带观众朋友赶快来聚焦到这一场在美伊之间的战事，但是现在有一个插曲。就发生在这个周末而已，一场原本是非常金光闪闪的白宫晚宴，却在几秒之间变成了一个枪火的地狱哦。我们来看到的是地勤在这个时候奔驰，枪声四起，权力核心现在他们都集体的 party 求生，还有服务生高喊说：“我还不想死。”带您就这一集来拆解直击美国权力心脏的那一晚。惊险瞬间，赶快来看到的就是时间地点发生在美东时间25日晚间8点35分。白宫本来是举行的这个记者协会的晚宴，开始没有多久呢，来自加州一位31岁的男子，他叫做艾伦，突然间直冲到饭店大厅的特勤安检站，就这样开始与执法人员展开了一场交火。当时看到的情况是，宴会厅内突然间呢，这个枪声四起，现场从欢笑变成恐慌，而且呢，现场一直爆出各种的趴下、低头的尖叫声四起，酒水都洒落了，桌椅非常的混乱。在这个时候，高官们也各自的去找就地掩护，那服务生也在这边哭喊哦，大家都吓坏了。台上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川普跟他的第一夫人，在几秒之内是立刻被特勤给强行撤离了。现场是立刻看到，其实川普在这里哦，旁边就突然间出现了3名全副武装的人员，直接站台来做警戒，真的是吓坏台下的观众了。那其他呢，包括了副总统范斯、国务卿卢比欧也同步快速的从一旁撤离。其他的高官包括了副的幕僚长米勒、FBI 局长、卫生部长也都是全数来跪地求生撤离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纽约邮报》最后做了一个报道，嫌犯是来自于加州的31岁教师，他叫做科尔艾伦。不过呢，这一场行动虽然已经逮到嫌犯了，但是也造成了美国自己内部一个特勤干员因为中弹而送医。那这一起事件已经是川普在3年内的第3次遇袭了。我们看到每一次几乎都是差一点丧命的。更讽刺的事情是，1981年雷根总统也在同样一个地点遭到枪击，后来重伤。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我们先来还原这一场枪击案，枪手当时携带了这么多的武器，却可以加入晚宴，到底是怎么突破这么多一层一层的安检的动线跟这个设计的漏洞，还有现场识别有没有失效，还是内部应变在这当中出现了断层？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对于这种总统的这个行程来看的话，安检站应该是最后一关。
安检站结束之后，他就可以进去了。也就是在之前，他有其他的识别这一个证件啊或邀请函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所使用的这些装备，例如说霰弹枪啊，或者是手枪啊，以及这一些刀具的部分啊，其实霰弹枪的射程都不长，短短的。然后呢，而且呢，它要造成的是比较大面积的杀伤。那如果说你要精准射击的话，你不会使用霰弹枪。那所以这也就是，它其实只造成了一位特勤人员他的一个受伤，而且那一位特勤人员实际上他是有穿防弹背心的。那现在当然，他的实际状况我们并不了解啊，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也就是当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感觉他没有要置任何人于死，而且他感觉上面他发射的这个过程啊，他如果真的要伤人的话，他如果连续发射3到5发的话，实际上应该受伤的不是只有这一位维安特勤，那也就是他其实他只是想创造一个场面，他并没有想要实际的伤到这一些维安人员，甚至总统、副总统，或者是第一夫人以及国防部长，其实都没有。这也就是啊，现在为什么华府有一种传言啊，也就是这是不是又是一场安排好的？也就是他不是真正的要击杀，无论是川普或者是范斯都不是，他只是又想要创造川普的一个高潮。这也就是被大家现在最为怀疑的。那至于说有没有产生断层这个部分呢？因为他要如果说进行安检啊，其实无论哪一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尤其是川普啊，那他的维安特检应该是除了你身上的包包什么，通通都要那个送 X 光之外，然后你进入那个有一个金属门，进去之后，他甚至要全身的进行金属的探测，以及用人手然后来进行触摸的部分。所以他是还没进入安检站，他就已经做这件事了。所以其实我们讲说，现在这一些阴谋论啊，那它也不是无风不起浪，而是实际上可能存在的。如果真的是它的是动线设计有漏洞啊，或者是那他真的想要置川普以及范斯于死的话，不至于此。但是现场识别这个部分呢，那倒是，那也就是他可能没有人脸辨识，所以可能可以假造这一些这些邀请函的部分啊。那当然这也可以提供无论是就是各国作为一个警惕。好，所以这一场意外，这一起事件到底是不是这个维安出问题，还是说这当中有阴谋论？是不是川普要自导自演来救民调？有关于阴谋论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不过我们再重回到当时的这个枪击现场，当时其实撤离的时间是非常快速的，就是这个枪响立刻传出之后呢，我们看到特勤维安人员是瞬间帮川普完成了掩护、隔离到撤离。那除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快之外，川普跟第一夫人这个还有范斯他的优先顺序又是怎么样安排？现场有没有一些的误判或者是延误的关键描述？那宋委员又怎么看？对啊，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在想，川普这个人哦，真的好有戏剧化的效果。就是怎么样这么扯的事情，通通都会发生在他身上。那么坦白讲，这个美国的总统、副总统、第一夫人，其实在现场各自有各自的维安团队了，所以每个维安团队的这个操作的 SOP 应该都是一致的。那么之所以会让外界觉得这个有没有时间差，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川普原先并不想撤离就是他看起来似乎还想要留在那里表现说他那种英勇的那种形象那么所以这个特勤人员跟他有一番这个说明有一番这个讨论，才把他这个强制的这个撤离了现场。那么再加上，因为他撤离的时候，他又讲了一句话，他就说 "Let the show go on" 所以你就让外界又开始觉得说，这明明是你要被暗杀，什么时候会变成一场秀了那为什么要 Let the show go on？ 这到底代表什么意义？那我觉得当然啦，你说用这句话就说是川普自导自演，我觉得可能未必如此。但是我认为
就是他反正知道那个枪手也没进来哦，那他认为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就再一次的像上次表达他那个英勇的形象哦，英勇的美国总统，然后来提振他的这个民调。那当然有这种可能啊，不过特勤人员不会接受他这一套的，就当然第一时间就把他整个就撤出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时间就有一些这个落差。但是我认为这并不代表说这一定就是他在做自导自演了。但是当时我看到了这一场这个暗杀未遂好了，那么我第一时间当时本来认为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假期行动哦？因为毕竟现在的美伊在这个无限期的延长停火，然后呢希望来谈判，其实这中间最不爽的一定是以色列嘛，就是以色列就恨不得明天就继续开打了哦。那么这有没有是一个假期行动的可能？但是后来看到了那个枪手的背景，就像刚才舰长讲的，看起来也不太像是这个以色列策动的哦，就是实在也看不太出来这种可能，所以你只能把它归纳成为他又是某一个憎恨川普的人自己决定采取的行动哦。那么在美国其实这也蛮说得通的，因为川普这段时间得罪太多人了，那他在美国的这个仇恨值也很高。那么美国的拥枪的情况又很普遍哦，所以我认为当然也不无可能了。就反正这个人到现在还活着，也没有被击毙，所以呢，最终他的动机跟一些相关的轨迹，我相信这个美国 FBI 或者是特勤局都会做一个调查，然后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吧。好，那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美国的维安还有总统的维安也引起了关注，尤其是川普就趁机在这个时候开始在社群上面发文，他就特别提到的是说呢，当初呢过去的总统，过去150年的来，每一位总统都一直说要在白宫的占地内新建一座大型、安全而且有防护的宴会厅。那根据了解呢，他所谓的宴会厅，也就是这个价值斥资要高达4亿美元的，包含了地下碉堡的改建。当然了，在今年的3月跟4月都一直遭到这个政府机关、政府机构的拒绝。那趁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就让这样的计划有可能起死回生？这个是安全的必要，还是川普自己想要建的权力的堡垒？那杨老师又怎么看？我是觉得川普第一时间把这个事情跟在白宫的 East Wing， 也就是东翼东厢办公室，他一直想要盖一个巨型的宴会厅，把这两个做连结它是一个就是错误的、失分的做法。这个事件不应该把它拉得这么层次这么低我只是要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请客，他这个问题其实是他第3次遭受到暗杀。他的第一次还记得吗？2024年他在竞选的时候，应该是7月，他的右耳被那个枪手打穿，对，然后现场马上高举 fight fight fight， 那个表现真的不错，让他后来当选。马斯克也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全力的支持他，后来2个人因了解而分开。但是他的第2次这2个月之后，还是在竞选期间，在佛罗里达的高尔夫球场没什么事。这一次这个时间点是他正在打伊朗，然后呢，美国国内对于他的很多的政策的反弹，以及正在进行年底期中选举的初选，2党的初选，那他的仇恨值变那么高，他现在支持率只剩下36%。然后呢，你在不同层楼，人家闯进进口，在那边现场听起来只是像一个餐桌倒在地上的声音，没有那么危险。可是这个当然是个蛮紧急的事件，他应该透过这个机会表现出就是他要去做一个领导人，他已经是被选上美国总统，然后呢要团结这个国家，要去至少从他的选举的角度要去压低民主党的声浪。结果他在谈我那个3、4亿美元在那个白宫的 East Wing，East Wing 通常就是大概，各位白宫分6层楼，上面4层楼，下面地下2层楼。他想要把地下2层楼跟1、2楼打通，变成一个巨型的。那个3、4楼是第一夫人所这个办公的地方，因为美国的总统办公室都在West Wing。我进去过 East Wing， 我进去过2次，一次是排队观光，另外一次是陪前萧副总统进入到那边。但是呢，你去看到就是他要做这个东西，那问题是这里面通通都是古迹，
那所以遭遇到的反对的声音就很强。1000人的宴会厅，我在华盛顿去过很多饭店呢。他现在这一次的 Hilton 的 National Hall， 那个 National Mall， 当然这是一个。另外像是 Waldorf 那个华尔道夫，哇，那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然后也是可以有放1000人的这种大型宴会厅。因为在华盛顿哦，这种放1000人的大型宴会厅特别多，因为它有外交上的功能，所以很多的这个饭店都有像这样子，像是 AKA 啊，或者像 Waldorf 啊，像是我所知道的这个 Hilton 啊，哦，好多个其实都有哦，还有 Mayflower， 其实也都有。那因此这就是维安的问题嘛。那所以我是觉得他反而失去这个机会，把这个议题变成一个对他有利的选举方向，然后呢团结国家，至少把那个姿态做出来。结果他把事情都讲得太 low 了，你知道？然后他还现场发了那个枪手的被抓的趴在地上，上身没穿衣服的照片。对。然后呢，其实第一时间发这个东西你会不会有妨碍司法？这都是后来现在在美国媒体讨论的，结果没有在讨论他受伤害与否。都在讨论他很低调，对，他很低阶的、低级的在处理这样子的一个让全世界都震惊的新闻。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